军，传令苏建将军派队军士下去，把谷里的百姓统统都给轰走。万万不可，将军，匈奴人十分狡猾，到时候他们发现谷里如此干净，反会产生怀疑。哼，这荒郊野外有没有人都没有关系。再说了，这谷里的百姓中，要是混入匈奴人的奸细，走漏了风声，如何是好？可将军不必多言，这一路埋伏，我是主帅。前面就是野狼谷，穿过这个峡谷就可以直接绕到卫青大营的身后了。单于，昨天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，没有发现汉军埋伏。单于，早在卫青上任之前，我就已经买通人把这条路从地图上划去了，为了通关的方便。所以现在卫青不知道这条路，一定不会有埋伏。你领2万人打头阵，我领大军随后。好，跟我走。这。昨日在谷中可曾看见有百姓出没？有啊。那今日这谷中静悄悄的，地里不见人，屋顶不冒烟。单于，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进谷吧，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前进！这，单于。何事？谷中情况有异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昨天还能看见百姓，今日一个不见。单于，一定是他们看到单于的大兵压境，害怕的都跑了。派出探子到两边的山岭上查看，有无埋伏？单于，我看不必了，还是抓紧时间进谷吧。如果是那些逃跑的老百姓去报告了汉军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匈奴人突然停止不前，一定是发现了情况。不可能啊！他们怎么会知道这谷里边有情况？匈奴左前方的人马从埋伏区的后面突然杀来，苏将军抵挡不住，已经扮演阵来了。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！快，速速退兵！不能退，在这山梁之上，匈奴骑兵只能跟我们步战。我们抵挡一阵，速去派人向大营求援，已经来不及了！快，速速退兵！不能退，将军！不能退，将军！不能退，不能退！不能退！不要放！顶住！士兵们，顶住！顶住！大将军，请退兵吧，不然我们就会被败军冲垮的。狗屁！现在退，什么都晚了。霍启斌，休得放粗口。下令，把武钢车推出来，摆好阵势，压住阵脚。诺，驾！
回事？中埋伏了！什么？魏大将军呢？他在后边。你们在这里等，我去见他。何事惊慌回撤？参与，大事不好！说何事不好？匈奴大军正准备乘胜追击，汉军阵前突然缺少一道奇怪的车阵，验证过后，2000军士无一生还。大将军，皇上派游击将军景奎来营助阵了。是。末将景奎参见大将军。景将军，没想到你能来此。大将军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一言难尽。你带了多少人马？2000多。情况紧急，有劳景将军立刻率领本部赶往西北山口之后，与赶夫将军的人马会合。今晚务必抄到匈奴大营后面，3更时分，我们以放火为号，前后夹攻，击退匈奴。末将遵命。我乃汉军主帅帐下一将，大号霍去病，今日前来送给匈奴单于一颗肉葫芦，全当单于的早餐了。驾！单于，这是回豫王的人头啊！回豫王。撤！率卫青当机立断，全军收缩，摆出武冈车阵，立时阻住匈奴攻势。接着，景奎率2000子弟兵绕道敌后，烧毁敌军辎重。赶夫和霍去病2将军亦趁匈奴大乱之机，全面出击，斩敌数万。可惜的是，景奎所率领的2000子弟兵几乎全军战死。张唐，臣在。你有何话说？臣以为王庚贻误战机，临阵脱逃，罪当处死。卫青功过抵消，景奎理当中奖。皇上，臣以为这一次先败后胜，王庚难辞其罪，而卫青当机立断，摆武冈阵抗敌，为后来之胜奠定基础，是功臣应该嘉赏。臣以为卫青身为主帅，应对王庚之败负责。张大人是要追究责任吗？那你应该去追一追，派王庚出征的人呢？东方说，王庚是太后荐举，朕亲自任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追究朕和太后吗？臣有罪，臣失了口。如果你心里不这么想，又怎么会说失了口？大哥，你还是把我捆上吧。老三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败军之将，需自负去面见皇上。谁说我们打败了？
那匈奴人的脑袋也被我们砍掉几万颗的。哎，对对对，甘将军说的对啊，我们这一仗是不输不赢。哎，不输不赢嘛。你住嘴！要不是卫青护着你，我早就一刀砍了你的狗头。大哥，宣卫青、赶夫、锦葵、王庚觐见。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王庚，臣在。你身为前部先锋，却不知兵法，恣意妄为，铸成大错后，不思补救，反而溃逃，致使5万人马尽丧胡尘，你知罪吗？臣知罪，请皇上开恩，饶臣一命。今天。就是朕想饶你，那5万冤魂也不会答应。来人呐！在。将王庚推出宫门，斩了！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卫青，臣在。王庚误国，你身为主帅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你能临危不乱。最后又反败为胜，功不可没。朕任你为关内侯，10亿8000户，以示章表。皇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臣是主帅，应对王庚的失败，负有责任，请皇上收回成命，治臣的罪。皇上，这一次多亏魏将军沉着镇静，扭转战局，不然。我们的兵马就全部战死了。皇上，臣是主帅，部下有罪，臣就有罪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刚才东方朔说过，王庚之事是朕用人不当，与尔等无关。臣叩谢皇恩。景奎，臣在。这一次。你的功劳最大，朕任你为骠骑将军。你的那2000阵亡弟子，朕已下令登记造册，国库按人头一体发给抚恤。臣景奎叩谢皇上。对，哎，老二呢？哎，是二哥将军，恭喜恭喜啊！啊，多谢多谢，恭喜了，魏将军。大哥这次一定为你好好祝福。哎，二姐，二哥，哎，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哎，老三今天封侯，咱们一定要好好畅饮一番，为老三祝贺。是啊，不醉不归。太后，臣弟看出来了，东方朔有野心。有什么野心？他想独揽朝纲，想谋权篡位啊！你说的如此厉害，哀家倒是不太相信了。太后姐姐，您可不能掉以轻心呐！那个东方朔聪明着呢，他知道，在大汉朝廷里，他已经麻痹了皇上。现在唯一继位的人就是太后您了。他要想遏制太后，必须从臣弟我这里下手啊！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啊。那匹金马就是最大的疑点。太后您想啊，多老实的一匹马呀，并且是东方朔亲自为臣弟选出来的。他早不惊晚不惊，偏偏在阅兵的时候他就发惊了，而且在太后要亲自查验的时候，他先下手为强，一刀把那匹马给斩了。他这是在掩盖他搞阴谋的罪证。
孩儿问母后的安。听说这次出征，算是不败不胜。匈奴狡诈，当然，也有孩儿用人失察之过。这哪是皇上用人失察呀，都是东方朔施展了诡计，不然的话，让你舅舅挂帅出征，你舅舅做事从来都是小心谨慎的，何至于会损兵折将，丢尽了脸面？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，舅舅上阵，也未必能大获全胜。凭王修的资格和威望，王庚就不得不听指挥。母后，东方朔早就给朕分析过，舅舅私心太重，小事上聪明，大事却不懂，所以不能委以重任。哦，又是那个东方朔。母后您要说私心，他才是最重的。他用尽心计暗算王修，就是想达到他自己亲自挂帅出征，进而封侯拜相的目的。母后，舅舅可是自己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的。哼，此事除了瞒住你以外，连3岁的小孩子都哄不过去。孩儿以为这事儿与东方朔没有关系。不，此人心术不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是个专搞阴谋诡计、阴险狡猾的卑鄙小人。可他对孩儿是忠心耿耿的。哼，当初太皇太后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还差点儿给他下免死诏。结果如何？到头来，太皇太后自己也栽到了东方朔的手里。他那是在帮朕夺权。不，他不是在帮你，是在帮他自己。哈哈哈哈！母后放心，朕既然敢用他，就有办法驾驭他。孩儿早就多有思谋。孩儿是皇帝，是独自站在高山的山尖儿，四周风起云涌，随时都有坠落悬崖的危险。因此，孩儿不会绝对的信任任何人，且会提防身边的所有人。对越是亲近的人，孩儿就越是提防，因为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孩儿的致命之处。对于东方朔，孩儿更是时时在敲打他。孩儿要让他清醒的明白，朕才是皇上。孩儿早有安排。来，再来，再接着玩。老虎棒子鸡。哈哈哈！你这只手是为什么藏起来了啊？皇上，微臣叩见皇上，叩见贵妃娘娘。免了吧。谢皇上。你来的正好，也一起陪朕赏赏花。诺。来，父皇还有事儿，娘带你出去玩啊。走。坐吧。谢皇上。东方朔呀，你看朕的魏贵妃人品如何呀？皇上，魏贵妃外貌端庄，内质贤惠，早已是皇上的贤内助了。那依你之见，以后小皇子登基了，就不会也像朕当年一样
要时时看祖母和母亲，以及舅公和舅舅等外戚的眼色行事了。啊，皇上，魏贵妃绝不是那种人。况且现在外戚势力已逐渐的被遏制住了。朕不是担心自己，朕是担心以后，担心朕的皇子皇孙。如果不把废除外戚乱政之事的旨意作为制度明令颁发，朕怕100年之后闭不上眼睛啊。皇上所虑极是。哎，皇上，微臣上次不是对您提过一句，说现在形势已是有所不同，所以不必过于着急。现在形势确实是不同了。朕现在势力强大，而外戚中只有一个王修在朝为官，势单力薄。不过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是废除弊端的大好时机。对，臣也在想，经过几番较量，皇上现在已是基本不受外戚干扰了，而且现在皇上所说出的话都是算数的，所以臣以为这件事完全可以放在太后100年之后再行宣布。一来给太后留足了面子，二来可以让天下人看到皇上的这颗仁孝之心呐。不，只要不明文废止，外戚势力随时还会制造麻烦，所以朕不想再继续这样两难下去，而且一天都不想再等。所以朕命你马上去联络几位主要大臣，明天早朝时联名上书，要求朕立刻下诏废除外戚专权、外戚乱政的陈规旧习。只要那主要的几位大臣一动，其他大臣也都会应势响应啊。皇上，微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你马上到平阳府去一趟。去那儿什么事儿？皇上，你去替卫青和长公主做媒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岁！诸位爱卿平身。谢万岁！皇上有旨，众大臣有何本章？快快奏来！臣东方朔有本奏。东方朔呀，臣在。你把你本章的内容，就当着众位大臣再说一遍吧。臣与朝廷10几位大臣联名上书，请求皇上颁布诏书，宣布我朝永远废除外戚专权乱政的陈规旧习。东方朔，如此一来，你又将太后置于何地？皇太后应到后宫安静度日，颐养天年，不再染指朝廷事务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公孙爱卿，你有何话要说？东方朔要皇上废除外戚干政的规矩，实际上就是要赶走皇太后老人家。他这是要陷皇上于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境地。皇上，以孝为本是祖宗留下的规矩。东方朔怂恿皇上做个不孝的皇帝，有违祖制，实属大逆不道啊！臣恳请皇上革东方朔的职，以正天下。皇上，东方朔如此，实实在在是乱臣贼子。
不是说好的？大胆东方朔，你在朝堂之上，今天算计这个，明天算计那个。你今天算计到哀家，明天就该算计皇上，就该篡位弑君了吗？皇上，东方朔故意挑拨皇上和太后的关系，想让太后母子失和，他好趁机浑水摸鱼，请皇上明鉴呐！皇上，处置不可为啊！东方朔，你在奏章中说有10几名大臣跟你联名上书，确有此事吗？大人放心，皇上的吩咐，臣敢不遵行。遵命，马上去联络几位主要大臣，明天早朝时联名上书，请求朕马上下诏废除外戚专权、外戚乱政的陈规旧习。这么说，这份奏章只是你一个人的谏言？皇上，就算这是臣的一家之言，可是……住嘴！你妄议朝政，攻讦太后，违背祖制，动摇根本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，东方朔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！是啊，皇上。皇上，不可。有道是知无不言，言者无罪。东方朔虽然言语不周，但他确实是在尽一个臣子的本分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以为东方朔既然说他与10几位大臣联名上书，可现在却又不承认，这里头肯定有因由，应先查明事由，再按律定罪。皇上，东方朔护国有功，请皇上宽恕啊！皇上，臣愿意用爵位换东方朔一命。皇上，东方朔罪大恶极，绝不能轻饶啊！好了，东方朔啊，臣在。你妄议朝政，想陷朕于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中，本应处死。但念在你曾为朝廷立过大功的份上，朕就饶你一命。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1月，不得上朝。吾皇万岁！谢皇上不杀大恩。俺说你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说人家娘俩的事儿，与你何干何稀呀？啊，你非要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。现在好了吧？啊，这1年多的饭钱，那算是打了水漂了。你说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啊？最可恨的是那些大臣们，平时一个个信誓旦旦的慷慨激昂的，一到了上朝关键时候，个个都是缩头乌龟。把你一个人顶到前头挨头棒啊！奇怪，不对，这事还真怪不得那些大臣。那怪谁啊？一定是有什么人在背后让他们改变了主意。难道是皇太后派人搞鬼，说服那些大臣们？太后现在还没那个能力。你说皇上啊？不会吧？你这么做是帮他吗？对。天为难测。老爷夫人，景大爷和景夫人来访。他们突然来干什么呀？你就别管来干什么了，是你的朋友，总不能给人拒之门外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拒之门外了？那就请啊！哎，景大侠，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去！不是，俺就不能上个席呀？俺喝西北风的。我说，其实你们有什么事，只需下人捎个口信儿，下官无不服从，不必非得亲自过府。看样子
东方大人并不欢迎我们来啊。哎，夫人，您误会了。朝廷素有规矩，像我这等戴罪之人，不可与百官交往。这个时候将军前来，我怕皇上万一知道了，于将军不利呀。皇帝的规矩是管百官的，景奎已经不再当这个官了。庶民百姓，谁说不能探亲访友啊？夫人，将军说什么？哎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东方大人辞行的。为什么呀？像大人这样一心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皇帝忠肝义胆之人，反而被人在朝堂上如此戏弄，简直让人心灰意冷。那皇上准了你的辞行吗？哼，我景某挂印而去，不用谁批准。可此事干系重大，夫人，这事儿得三思后而行啊。像东方大人这般心思缜密、左右逢源的人，都难免遭此厄运。景奎这样一介武夫、粗莽直率又嫉恶如仇的人，如果强行置身于庙堂之上，恐怕迟早有一天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皇上这一手，乍看起来略显笨拙，可仔细一想，高明得很。他这是一箭双雕啊！不仅仅是在警告你，他也在告诉太后，其实朝臣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他随时都可以废掉外戚乱政的制度。他这也是警告所有的大臣们，别忘了，他才是皇帝。大人，你与景奎不同，我们离开朝廷之后，还可以像以前一样行侠仗义，行走江湖。可大人你学究一身的纵横之术、文章道德，也只有在朝廷之上卖给皇帝，才会有所作为。希望大人以后你能够小心谨慎，居安思危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可夫人以为大侠出走之事，真是一条上策吗？他曾经对我说过，你对我的担心，多谢东方兄。但我还是觉得，离开比留在朝廷更加自由，也更加安全。臣参见皇上。国舅啊，是去甘泉公母后那儿啊？哦不，臣有一事禀告皇上。就这儿说吧。东方朔戴罪期间，不按规定闭门思过，和其他大臣暗中来往。有这事儿？臣的家人亲眼看见的。景奎夫妇就到过东方朔那里啊。国舅是派人在暗中监视东方朔？不，是家人无意中看见的，无意的。知道了。没喝几杯啊？哎，你该不会醉了？东方大人，东方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久闻东方大人剑术精妙无比，天下无双，何不在这里献上一首，为平阳长公主和驸马助兴啊？好啊，如此盛大喜宴，要是有东方大人舞剑助兴，那更是锦上添花，终生难忘啊！是啊，来一个。哎，老二，我看你不对劲儿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
喝多了啊！我东方朔喝多了，我喝多少也喝不多。我今天为大家一剑助兴。我的剑，你根本就没带剑来，在这里吃喜酒不能带剑。我的剑呢？我的剑！来人啊，给东方大人一把剑。东方大人，剑来了。我乃东方朔，胸存8万兵，声震风云动，天下任横行。东方朔，你干什么？司马相如大才子，你做的那些所谓的大丰富长门赋，通通不通，狗屁不通。今天我就当场赋一首裤裆跳蚤赋，把你那些华丽的篇章统统给比下去。听好了，跳蚤跳蚤兮，钻进裤裆兮。东方朔，你疯了你！国舅爷，我的裤裆跳蚤赋还没做完呢，跳蚤兮，实乃害虫兮，害虫何物兮？国舅爷是兮。皇太后驾到！谁敢如此大胆搅乱公主的婚礼？启禀太后，东方朔喝醉了，在这儿借酒装疯啊！吾乃大将军，谁敢阻拦兮？吾将灭跳蚤，以保江山气。将东方朔这个目无王法的奸人给我拿下！谁敢？我是大将军！哥，兄弟，醉了。老大人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哥，坐，没事儿。到底是怎么搞的嘛？你平时酒量不错呀。我根本就没喝那酒，是有人想暗算我。啊？哥，哎，不是，你现在人都关在笼子里了，你还摆什么气摆呀？行了，想暗算我那人呢，没暗算成。那酒一入我口里，我就感觉味道不对，我就把它，都吐在袖子里了。可是，连赶夫都跟我说你疯了。姐姐，你忘了，咱不是说好的吗？想个办法，赶紧离开这京城。这，是我自己给自己设的一机会。你把皇太后给得罪了，你把皇上也给得罪了。哎，我听说太后气得七窍生烟，嚷嚷着要重办你呢。哼，放心吧，老婆大人，皇上这会儿啊，还舍不得杀掉我呢，我死不了。这就好，万幸吧你。啊，姐啊，我还让赶夫给平阳公主带了信，让平阳公主帮皇上出主意呢。姐，你就收拾行囊吧，准备着离开长安的那一天吧。哎呀，不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叹什么气啊？我这不是把二弟和平阳公主的婚宴给搅和了，惭愧。
昨日大喜之日，却让姐姐难堪，朕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没什么的。啊，对东方朔，皇上准备如何处置啊？太后的旨意是要严惩。皇上，东方朔为您平叛安国是立过大功的，如果皇上要杀了他，臣恐怕会让天下士子寒心啊。当然，朕怎么会杀了他呢？但太后的脸面是要给的，朕的威严也是不容任何人冒犯的。朕绝不允许以公卖公，不守规矩。那皇上到底想给东方朔一个什么惩处呢？朕也在绞尽脑汁。姐姐有什么好主意？逐出朝廷，外放州县为官。逐出朝廷很好，可为什么还要外放州县为官呢？皇上，您忘了，当年荆楚太子刘豪曾经想拉拢东方朔的旧事了。臣也了解到，现在有许多藩王都想把东方朔弄去他们那儿当丞相呢。这一点朕知道，可这与准不准把他外放州县为官有何牵连？当然有了，逐出朝廷那是顺了母后的心，外放州县为官是使那些藩王们不可能把东方朔拉到他们的地盘上去。而且，如果以后皇上还想用东方朔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召他回来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好，好，这真是一箭三雕。小姨子，奴才在。去传旨，将东方朔贬为桃源县县令，即日起离京赴任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大人，河里的水已经开始变颜色了。河水变颜色了？对。那以你的经验，你估计这洪浪什么时候会下来？大概也就在中午前后，最迟不会挨到晚上。大人，飞鸽传书，锦葵的。上游百里开外，雨势甚急，赶紧告诉大家，中午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了，快去啊！好。大家要抓紧了，快，都上决口！上游的大水又要下来了。老人家，到那边把那边所有人都先调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！速度快一点，你到那边把那边人都调过来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！抓紧了！皇上，咱们就在这儿歇一歇吧。嗯，去看看，这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妹子，你来看看这行了吗？啊，都烧干了。水来了。啊。妹子，东方朔说了啊，多做菜饼子，让大伙儿一定吃饱了啊。行。你说这东方朔也是的，放着好好的官吧不做，你说修什么河堤呀？神经病！你怎么那么多话呀你？干你的去！您是说村里的老百姓都被钦差大人叫去修河堤了？是。在什么地方？村子北边。皇上，奴才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东方朔正领着百姓在村北头抢修河堤呢。
立刻派人去拿下。张汤，臣在。皇上，什么事儿啊？奴才觉得什么？奴才觉得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去拿一位钦差大人。什么钦差啊？假的，冒充的。皇上圣明，对于这种胆大包天的乱臣贼子，就应该当众拿下，以正朝纲。张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呐。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去拿一位钦差大人，皇上的面子不好看呐。可惩处一个奸人，就是更好的树立皇上的尊严。可是东方朔是领着百姓在抢修河堤呀，不管他干什么，都要按律法办事。皇上，张大人这样容易把民心搞乱呢。杨公公，都闭嘴！小姨子，奴才在。你到地上去，悄悄找到东方朔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把他带到这儿来。诺。皇上。修堤是大事儿，这个节骨眼上，不能引起混乱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什么事儿啊？那边有个人找。怎么来的这么快呀？你们，你就不能晚到个2、3天吗？秋姑。皇上到了，不会这么快吧？东方朔身边的那个人就是皇上的贴身太监杨公公。夫人，夫人，看没看见钦差大人？怎么了，老马？嗨，水情又变了，风浪可能会提前下来啊。不要慌，水来土掩。钦差大人有事出去了，这里有我和东方夫人代行指挥。这样，你把监工们都叫来，咱们好好布置一下。那好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好。臣东方朔祝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人呐！在。把他拿下。张大人，何事？皇上这样不审便抓人，有没有不合律法的地方啊？大胆的奴才，要你插嘴？皇上息怒，奴才是替皇上着想。奴才担心待会儿张大人会拿律法条款跟皇上较真儿，让皇上下不来台。张汤，臣在。朕这样做有不合律法条款的地方吗？有一点。请皇上容臣将此案情审问明白之后，再按律处罚。那就快审。臣遵旨。不管新修的半截子河堤挡不挡得住洪浪，我们现在都绝不能半途而废。夫人说的对，我们分头去跟大家说，继续修堤，不能让钦差大人失望。就这样吧，钦差大人现在虽然不在，但是这有我跟景夫人，我相信我们能挡住洪水。大家都去忙吧。那好，我们走。驾！嫂夫人，东方大人呢？皇帝来了，把东方朔
带走了。什么？回皇上，东方朔一案，臣已审问明白。假冒钦差，杀死朝廷命官，私发官粮，桩桩属实。他本人也供认不讳。该当何罪？数条大罪，每条都是死罪。东方朔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臣无话可说。绑了。啊？哎，皇上用不着这么费劲儿。臣见到您老人家亲还来不及呢，哪会跑啊？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油嘴滑舌？哟，皇上，臣再不赶紧抢着说两句话，怕是您老人家以后再想听到臣的声音，恐怕就听不着了。师傅，东方大人被皇上抓起来了。秋姑，嫂夫人，没事，我没事。我马上去见皇上。站住！嫂夫人，你去见皇帝做什么？我去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与东方朔没有任何关联。皇上是不会信你的。东方朔，他也不会答应这么做。他早就跟俺说过，一旦他有什么事儿，不许你到皇帝面前凑热闹。为什么？你这样做，对他丝毫没有帮助，无非是多了一个陪葬。张大人，您好好想想，要是没有东方朔，哪有您的今天呢？哼，东方朔推荐我，也是为了让我协助皇上依法治国，而不是沆瀣一气、结党营私。可东方朔这样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、天下百姓啊！干任何事情都要守礼守法，如果不严办东方朔，以后人人都敢假冒钦差、假传圣旨，后果就是法纪湮灭、社稷倾覆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东方朔不明不白地被砍了头。我要发动全县的百姓，都去见皇上，为东方朔申冤。没用的。皇帝总应该听听百姓的声音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君王都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，他不会接受普通人要挟的。嫂夫人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办法，东方朔早就想好了。什么办法？以他一人之死，换万众之胜。东方朔呀，不是朕非要杀你，实在是国法难容啊。皇上，您知道臣是比较会算账的。这次行事之前，臣仔细算过一笔账，这笔买卖，臣做的不亏。可是你没算到，你会死。臣除了没有算到皇上会来得这么快，什么都算到了。以臣一人之死，换得万民之生，千职万职。也许义宗是做的过火了一些，不是过火，简直是大逆不道啊！但他也是出于公心，是为了帮朕筹集军粮。没有军粮，如何打败匈奴？不打败匈奴，又怎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？皇上圣明，您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哼，不过，臣还要补充一句。如果没有这些百姓，又有谁来给皇上种粮食呢？皇上，东方朔虽然犯了滔天大罪，但看在他为您救活了那么多百姓的份上，您就网开一面。不行，东方朔必须就地正法，以正纲纪。张大人，您这样就不怕激起民变吗？混账！朕就不信了，杀了他一个东方朔，老百姓就会造反？
扳指。明日午时，在上县闹市公开处决假冒钦差的东方朔。抢修到顶了，一个都不能留！快撤，到篱笆山坡上，快去！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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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马上到村里去找皇帝，告诉他，让他们撤到东面山坡上去。皇上也来了，就在村子中央最好的院子里。皇上，放开啊！何人？哥，东方朔，这又是咋了？咋又把你关进来了？哥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邱姑让来找皇上，说大水下来了，快跑！啊！皇上，昨天上游下了1天1夜的暴雨，臣估计洪浪今天天黑才能到达，没想到这大水突然提前了。皇上，快离开这儿！东方朔。这青天白日的，你竟敢在这用鬼话骗人，分明是想趁机逃跑！侦探，来人，把这个家伙一块抓起来！你这个混蛋！皇上要是有3长2短，你就是死1万次也顶不了啊！皇上，您看，皇上，千万不要上他的当！匹夫侦探，你这是要误国误君的呀！皇上，来人呐！在。快出去查看。诺。冲到村口了，快走！不行，皇上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上房顶儿，快啊！来人，护驾，快！快！哎呀，你们这些糟天杀的，只顾自己死，不管别人死活呀！快起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好看呀！砍绳子！砍绳子！这秋胡真笨，带个信儿都带不到。这个窝囊废，笨死他了！看来，皇帝他们是被困在里面了。我关心的不是皇上，他死了还有新的皇上，可东方大哥就这一个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，皇帝要真出了事儿，东方朔一样都保不住。对，得马上想办法，多组织几个人，一定要把他们找到。
启奏皇上，落到这个地步，就怪张汤。若不是他误了军，皇上，您老人家早就可以撤到东面那块高地上去了。要怪也只能怪你，不是你假冒钦差，厮杀朝廷命官，皇上能来这个连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吗？按你这么说，那也应该怪那个义纵，不，怪那个祸国殃民的王修。哼，若不是他硬拉着义纵入朝为官，想扩充自己的实力，还搞出什么个忠心良、抗敌良的损招，我早就去我的桃源县，舒舒服服的当我的县太爷去了。东方朔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够了，都给朕闭嘴！夫人放心，小的一定会把东方大人他们找回来的。千万要当心啊！放心，夫人，我们去了。这水又涨了。俺咋就这么倒霉呀？老天爷！俺一个平头百姓，俺凭什么跟他一块为王为我？哎，哥，哭什么呀？这么大一男人呢？你刚才那话可说的不对啊！俺凭什么？你小心点，你凭什么不对啊？你想想啊，就你这等无名无姓的小小百姓，能陪着张汤大人去为皇上殉葬，这是多有脸有面的事情啊！你应该感到无上的光荣荣耀，知道吗？狗屁！嫂夫人，快看，有个木筏回来了，是老马。东方大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什么玩笑不玩笑？我早都想通了，怕死也是死，不怕死也是死。反正明日午时3刻，我的脑袋就会挂到商县的城门口了。这死囚犯上刑场的时候，都准许哼几句戏文。我想皇上也一定会容许我开几句玩笑的。东方朔，再胡说一句，朕这就叫人斩了你！东方大人，你就别说话了。想我东方朔刚入长安时，就立下了3个心愿。短短的几年过去了，实现了一半。虽说我死有遗憾，但我绝不惭愧。哼，3件心愿，哪3件？第一，剪除窦氏，以保社稷。这件事情你已经办到了。第2件呢？抵御外辱，抗击匈奴。虽说这件事尚未成功，可我已经教会卫青熟练地掌握了武冈八卦车阵的全部奥妙，这是会对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的，也算成功一半了吧。那第3件呢？第3件是让我唯一感到遗憾，就是没有彻底废除外戚乱政的弊端。东方大人，这件事情你一个人也办不到啊！都怪那些奸臣，还有我们当中这个所谓的忠臣，他们前后夹击，想置我死地而后快，是这些人误了皇上的大事。东方朔，你口吐狂言，污蔑忠良！让什么让你？没看这房子摇摇欲坠的。张汤，我告诉你，
你再怎么大叫大嚷，真把这房子给震垮了，你就是谋害皇上的罪魁祸首，大逆不道，株连九族。